Hi, 大家好, I'm Alison.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If you like my video, please subscribe, leave a thumbs up, and send to a friend who also want to learn Chinese. For this video, I will read it twice. The first time, I will read it very slowly, and then I will repeat it with normal speed. If you feel that you can understand everything in the first part, you can challenge yourself and listen to the fast version. And don't forget to check out the description below. There I have the material and the flashcard for this story. Are you ready for the listening practice? 夏天到了，小沈和他的朋友们想去海边玩。平时他们的工作都很忙，所以他们找了一个周末，一起开车去了海边。这天海边的人很多，大家都在晒太阳，还有一些人在海边捡贝壳，也有很多人在海里游泳。小沈和他的朋友们都去换好了泳衣，准备去海里游泳。但是，其中一个朋友不会游泳，所以他说他可以在岸边帮大家看着东西。但是大家想让他一起去海里玩，所以把重要的东西都放回了车里，只穿着拖鞋走到了海边。把拖鞋放在了沙滩椅旁边以后，大家就下海了。因为这个朋友不会游泳，所以大家都没有去水更深的地方，就在浅水区玩一玩。但是他们回来以后，发现大家的拖鞋不见了，不知道被谁拿走了。没有办法，他们只能光着脚到处找拖鞋。他们问了很多人，有没有看到他们的拖鞋。最后有一个游客告诉他们，可以去失物招领处看看，可能有人把他们的拖鞋送去那儿了。终于，他们在失物招领处找到了他们的拖鞋。夏天到了，小沈和他的朋友们想去海边玩。平时他们的工作都很忙，所以他们找了一个周末，一起开车去了附近的海边。
这天海边的人很多，大家都在晒太阳，还有一些人在海边捡贝壳，也有很多人在海里游泳。小沈和他的朋友们都去换好了泳衣，准备去海里游泳。但是其中一个朋友不会游泳，所以他说他可以在岸边帮大家看着东西。但是大家想让他一起去海里玩，所以把重要的东西都放回了车里，只穿着拖鞋走到了海边。把拖鞋放在了沙滩椅旁边以后，大家就下海了。因为这个朋友不会游泳，所以大家都没有去水更深的地方，就在浅水区玩一玩。但是他们回来以后，发现大家的拖鞋不见了，不知道被谁拿走了。没有办法，他们只能光着脚到处找拖鞋。他们问了很多人，有没有看到他们的拖鞋。最后有一个游客告诉他们，可以去失物招领处看看，可能有人把他们的拖鞋送去那儿了。终于，他们在失物招领处找到了他们的拖鞋。